Hello， 大家好。你有沒有發現自己總是那個主動去幫忙的人？哪怕自己的待辦事項已經堆成了山，你對一段關係掏心掏肺，以為毫無保留就能換來同樣的真誠，結果等來的卻是不冷不熱的敷衍，甚至是毫無預兆的背刺。你總是在心裡默念，我付出是不求回報的。可當善意被熟視无睹時，那種強烈的虛無感還是会瞬間把你淹沒。无數個深夜，你是不是也曾盯着天花板懷疑，是不是我太心軟太善良，才總是那個受委屈的人？如果這些話戳中了你，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聊的可能會打破你一直以來的心理防線。其實你總是受傷，未必是因為太善良，而是因為我們可能一直誤解了自己付出的初衷。今天我們來聊一個在心理學上有些犀利，但絕對能幫你解開人際枷鎖的真相。請耐心聽完。作為 INFP， 你所有的付出如果向內深究，本質上其實是為了維護你的內在自我。覺得這句話有些刺耳，覺得我在抹黑你的善意，別急着反駁，讓我們把所謂的善良掰開揉碎了看一看。在人際交往中，其實一直並行着兩套截然不同的隱形契約。第一套是人類社會最基礎也最普遍的外部交換契約。想象一個場景，你在辦公室幫同事做完了一份本不屬於你的報表，在按下發送鍵的那一刻，習慣這套契約的人心裡其實會自動浮現一本隱形的人情賬本。賬本上的邏輯涇渭分明，我幫了你，你就欠我一個人情，下次我需要請假，你得主動替我頂班。在這種規則下，人情是放在桌面上的籌碼，善意是一種可以流通的社交貨幣，丟出去就能換回對應的資源或便利。那些習慣使用外傾情感，也就是 FE 功能的人，往往非常擅長處理這種外部交換。聽好，這沒有任何批判的意味，它只是維持社會運轉的一種常態。但問題在於，你不是這樣生活的人。作為 INFP， 你的內心深處遵循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內在自洽原則。回想一下你的日常，大雨天看到路邊瑟瑟發抖的流浪貓，你會冒雨去買一根火腿腸。朋友半夜崩溃大哭，你明明困得睜不開眼，還是強撐着陪他聊到天亮。做這些事兒的時候，你腦子裡閃過我要這隻貓以後報答我，我要這個朋友明天請我吃飯的念頭嗎？沒有。你不僅沒有，你甚至會覺得哪怕只是一閃而過，這樣的念頭都是對你純粹善意的一種玷污。這就引出了一個核心問題，既然什麼都不圖，你為什麼非做不可？答案其實很純粹，因為你幫別人很多時候是在維護你內心的價值秩序。這聽起來像個悖論，但卻是內傾情感，也就是 FI 功能最深層的精神內核。你的內心深處有着一套絕不妥協的道德準則，它清晰地刻畫着我必須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當你看到別人陷入困境，如果選擇像旁人一樣冷漠轉身，你的良知會立刻向你發出嚴厲的拷問。你無法允許自己見死不救，更無法接納自己身上出現任何你所鄙視的特質。因為一旦做出違背內心的選擇，隨之而來的是讓你難以忍受的自我厭惡。那種感覺就像是靈魂深處爆發了激烈的拉扯，瘋狂消耗着你本就不多的精力。所以你發現了嗎？這並非因為你生來就是要燃盡自己的聖人，而是你無法忍受行為與內心信念的背離。你所有的付出和不忍心，是為了讓內心的天平保持平穩，是為了讓你在晚上閉上眼睛時，能夠安穩地對自己說一句：今天我依然堅守了那個真實的自己。這才是你付出的真相。聽到這裡，你的腦海裡大概會浮現出一個巨大的問號。你肯定想問，既然我的付出只是為了求得心安，既然我真的不求任何物質回報，那為什麼當別人對我冷淡時，我還是會覺得那麼委屈？為什麼我還會陷入沒完沒了的情緒內耗？如果你有這個疑問，那麼我們終於觸碰到了那個藏得最深也最容易讓你受傷的心理盲區。並不是你刻意撒謊，而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對自己隱瞞了真相。你嘴上說着不求回報，也確實對物質的等價交換不屑一顧，但在這些看似純粹的付出裡，我們其實偷偷藏進了一種更難以被滿足的期待。你不求轉賬，不求人情，那你求什麼？你求對方能理解你的這份純粹，你求對方能珍視這份善意，你求對方
能用和你一樣不摻雜質的真誠來給予你同樣的回應。讓我們把場景拉回現實。當你熬了整整一晚幫朋友梳理完情緒的爛攤子，第二天當你陷入低谷渴望傾訴時，收到的卻是一句冷冰冰的想開點就好了，我這會兒有點忙。那一刻你盯着屏幕上的字，在輸入框裡打了長長的一段話想要反問，手指懸在半空很久，最後又一個字一個字的刪掉，默默鎖上了手機。就在那一瞬間，你所有的力氣仿佛都被抽乾了。為什麼會這麼痛？因為你在用自己的內在標準去無聲地要求別人。你的付出原本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內心秩序，求得一份心安，但你在潛意識裡卻固執地期待那個接收善意的人也有着和你一樣的靈魂準則。當這份沉甸甸的期待撞上了一個只遵循外部交換契約的人時，巨大的錯位感就產生了。你覺得對方是在踐踏你的善良，但真實的邏輯是，對方根本沒有走入你的內心世界，他在用處理一筆普通人情的方式對待你，而你卻在單方面地等待一場靈魂層面的共鳴。這並不是善良的錯付，這在心理學上叫做隱蔽的投射。你把自己的道德準則投射到了另一個人身上，然後因為對方沒有按照你的劇本演出，轉過頭來狠狠地懲罰了自己。這才是你總是感到委屈，總是覺得被世界虧待的真正根源。聊到這裡，你可能會想，既然期待是一種錯位，那是不是只要強行壓抑住自己的感受，反覆告訴自己我不在乎，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千萬不要這麼做，刻意壓抑只會讓你陷入更深的內耗，最終讓原本脆弱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真正能讓你從這種消耗中解脫出來的，不是去麻痹自己，而是去重建你的心理邊界。這個邊界的核心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坦然承認，你的付出首先是為了你自己。仔細體會一下這句話，如果你所有的善意、所有的妥協、所有的深夜傾聽，本質上都是為了達成你內在價值的知行合一。如果你的付出只是為了讓自己能夠安心入睡，為了不讓良心受到任何譴責，那麼對方珍不珍惜、感不感謝，甚至背不背叛你，其實都不再能動搖你的內核了。為什麼？因為在這場善意裡，你已經得到了最寶貴的回報，你維護了自己的靈魂秩序，你用你的行動換取了內心的平靜。這場關於善意的自我確認，在你伸出援手的那一刻，就已經圓滿完成了。至於那個接受你幫助的人，他並不是你必須要索取情緒價值的債主，他只是你完善這段自我旅程的見證者，甚至只是一個過客。請把這句話在心裡默念一遍，你不是為了他才選擇善良，你是為了自己不變成那個你討厭的人。回想一下那些曾讓你覺得委屈的瞬間，你把傘讓給了雨中的同事，自己淋着雨跑去地鐵站。第二天他像沒事人一樣，連一句謝謝都沒提，你心裡像堵了一塊石頭。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呢？你把傘給他，是因為如果當時你冷漠地走開，你會在地鐵上不斷腦補他淋雨生病的畫面，你會一整天都覺得煩躁不安，那種我沒有去幫他的愧疚感會像影子一樣死死纏着你。所以你交出那把傘，是為了平息內心的不安。當你坦然接納自己的付出帶有這種向內求索的特質時，神奇的事情就會發生，你反而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因為別人的冷漠再也無法成為綁架你情緒的籌碼。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有一種強烈的反轉感。過去你一直以為是外面的世界太功利、太冷酷，辜負了你脆弱的善意。但接下來我們要把顯微鏡的倍數再放大1倍，我們要向內看，去觸碰那個真正讓你深陷情緒泥潭的隱形陷阱。很多 INFP 常年處於能量低谷，感到心力交瘁，其實根本不是因為別人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高得近乎違背了人性本能。為了解釋這種痛苦，我們要引入心理學上2個相輔相成的概念：自我一致性 （self-congruences） 和認知失調 （cognitive dissonance）。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提出，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理想自我和一個真實自我。對 INFP 來說，你們給自己設定的理想自我是極度純潔的，要求自己永遠真誠，永遠共情，絕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算計。
但作為人類，你必然會有一個會疲憊、有私心、想要拒絕的真實自我。當你的真實感受偏離了那個完美的內在人設時，你的大腦就會產生強烈的不適感，這就引發了認知失調這種感覺，就像是兩塊互相咬合錯誤的金屬齒輪，在你腦海深處持續發出極其刺耳的摩擦聲。你的日常情況是怎樣的呢？一旦你察覺到自己產生了一絲想要拒絕別人的念頭，或者哪怕只是一點點想要索取回報的心思，外界別人甚至都還沒來得及開口，你內心的道德審判庭就已經重錘落下，開始向你問責了。比如朋友找你借一筆錢，你明明自己手頭也很緊，你需要留着這筆錢交下個月的房租，你盯着屏幕上的借錢消息，心跳加速，手指在鍵盤上懸空。你內心深處其實非常想回復一句，抱歉，我最近也不太方便。但就在這個念頭冒出來的瞬間，強烈的負罪感立刻將你淹沒。你連朋友的難處都不幫嗎？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自私，這麼冷漠了？為了消除這種震耳欲聾的認知失調，為了向自己證明我依然符合那個好人的標準，你強行把錢轉了過去，然後自己默默吃了1個月的泡麵。發現了嗎？在這場消耗裡，根本不是外人在吸你的血，是你自己給自己帶上了一套名為道德潔癖的沉重枷鎖。你在用那些根本不切實際的完美標準，一遍又一遍地審查自己，為難自己。你不是被別人傷害的，你是被你自己懲罰的。這種長期的高壓的自我審查，才是導致你頻繁陷入情緒崩潰，對所有人際關係感到深深疲倦的真正元兇。看到這裡，關於 INFP 內心的困境，我們已經剖析得足夠深了。我們看到了付出的本質是對自我的成全，明白了委屈源於隱秘的投射，也看清了道德潔癖是如何將你一步步逼入死角的。那我們要如何從這種消耗中走出來？是逼迫自己變成一個冷酷無情、唯利是圖的人嗎？當然不是，那是在扼殺你珍貴的天性。我們需要的是一次認知的覺醒，把那種毫無邊界的討好型善良升華為一種清醒的選擇性利己。你可以嘗試在每一次想要付出之前，在心裡設立3道溫柔的邊界。第一道邊界，在伸出手之前，給自己3秒鐘的停頓。當別人向你索取，或者你那無處安放的同理心又開始泛濫時，停下來，在心裡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這個人永遠不會對我說一句謝謝，甚至明天就會忘記我的幫助，我還願意做這件事嗎？如果你的直覺答案是我無所謂，做了我心裡就踏實了，很好，那就去幫他。但如果你的內心深處閃過了一絲遲疑，如果你覺得憑什麼，我都已經這麼累了，請立刻停下來，收回你的手。因為這種遲疑說明你已經不自覺地踏入了那個你最不擅長的外部交換契約裡，勉強自己去付出，只會讓你在事後陷入漫長的懊悔與內耗。第2道邊界，放下對靈魂共鳴的執念，不要再拿着你那把精密的道德量尺去丈量周圍的人了。這個世界本就參差多態，有人信奉利益交換，有人遵循人情世故，他們不理解你的純粹，並不是在刻意針對你，只是你們涉過了不同的河流，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體驗。別再拿你的高標準去評判別人，也別再因為別人達不到你的期許而感到受傷。允許別人做別人，就像允許這世上有不同的花開一樣自然。第3道邊界，把付出當成一種純粹的自我表達，試着把你傾注在關係裡的心力看作是一次作畫或者一次寫詩。你畫畫是因為你想表達對色彩的感知，你寫詩是因為你想抒發此刻的靈感。你會要求那張畫布對你感恩戴德嗎？不會，因為当畫筆離開畫布的那一刻，你的表達就已經完成了。把對別人的好也看作是這樣一種自我表達，這不是人際關係裡的投資，不需要去計較得失。你表達完了，你的善意，你的體驗就結束了，轉身離開，不要回頭去索求情緒的補償。很多人都覺得像 INFP 這樣的人，在這個運轉飛快的現實世界裡，天生就是吃虧的，天生就是那些被辜負、被當作墊腳石的角色。
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你們只是花了太長的時間去感知外部世界，卻遲遲沒有學會如何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而活。卸下那層厚厚的完美主義濾鏡吧，去正視那個偶爾也會疲憊，也會自私，也會想要計較的真實而生動的自己。真正成熟的付出，不是為了在別人的評價體系裡討好誰，不是為了在人情賬本上進行等價交換，更不是為了向這個世界證明你是一個无可挑剔的好人，而是經歷過內心的破碎與重塑後，你站在對方面前伸出手，心裡只剩下一個極其簡單澄澈的聲音，是我願意，僅此而已。好啦，感謝各位的聆聽，最後求個關注、點讚、收藏。這裡是貝貝思維超進化 Max， 一個陪你探索內心、讀懂世界的地方。我們下期再見，拜拜啦！